两场梦正在影响亚洲的现实世界。2025年7月，原本是盛夏旅行旺季，如今却被两位来自日本与泰国的梦之先知所预言的灾难笼罩。人们开始恐慌，游客纷纷取消赴日行程，旅行社损失惨重，社交平台上一片猜测与焦虑。他们是谁？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个也许不会到来的末日7月？又到了预言纷飞的季节。这一次，预言的主角是怪兽级海啸。两位来自亚洲的女通灵者，一位是泰国人，一位来自日本，分别透露了令人背脊发凉的预见。一场超大规模的海啸可能会在太平洋火环一带引发，重创多个沿海国家。根据他们的说法，这场灾难很可能源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某个海域，威力之大，恐怕足以留下毁灭性的足迹。其中一位比较模糊地表示，这场海啸可能会在2025年7月或8月之间发生，而另一位则说得更明确，他在预知梦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了2025年7月这个时间点。你可能会问，我们干嘛要把这种预言当真？不是已经有太多世界末日预言，最终都被啪啪打脸了吗？确实，很多预言最后都成了笑话，但这两位通灵者可不一般，他们过去的命中率高得离谱，甚至可以说，连保加利亚著名的盲眼神婆巴巴万加都要自愧不如。如果不是因为语言障碍，他们早就成了国际媒体的宠儿了。事实上，已经有不少东亚游客听信了他们的警告，干脆取消了今年夏天前往日本、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旅行计划。如今，这些预言通过各大社交媒体迅速传开，我自己就是这么知道这件事的。第一位主角，泰国的神婆 MOR Ploy。咱们先来说说这位来自曼谷的占卜师 MOR Ploy。他的本名叫做 Navaracha Pinit-Lokarn， 不仅是博士学历，还据说在2010年前后突然获得了预言能力。他一出道就惊艳全场，预言了好几件重大事件，而且准确的令人起鸡皮疙瘩。一时间，他成了泰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各大电视台和报纸争相采访他。不过，真正让他出圈的是最近那场缅甸大地震，他居然提前就预言到了。消息一出，整个东亚都炸了锅，无数人疯狂在网上搜他的过往言论和预言，想知道他到底还有什么没爆出来的大事。在泰语里 ，MORPRA 或 MORDO 是对所有占卜师的通称，有点像算命先生这种泛称。Pura 完全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神婆，她看起来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泰国现代女孩，还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晒各种美照，打扮时髦，生活精致，完全没有那种神秘兮兮的样子。但她自称从小就拥有灵视能力，早在2014年，她就曾接受泰国最大媒体之一泰勒报旗下的电视节目 Tyrant Talk 的专访。在节目里 Pura 透露，从他记事起就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有时候是鬼，有时候是神灵。他那时候还以为大家都能看到，就像他一样。他家对面有一栋废弃的老屋，外表破败，空无一人，但小 Pura 却常常看到有人影进进出出。每当这时候，他就站在屋檐下，朝那些人挥手打招呼，笑眯眯地说：“你好啊。”可问题是，别人眼里那屋子根本就是空的，那些人根本不存在。他的家人和朋友见他老是对着空气打招呼，还以为他只是小孩子在胡闹，没人当回事儿。大家只是觉得这孩子有点古灵精怪，但没想到他是真的看见了什么。有一天，小 Pura 又像往常一样，看见一个陌生的老爷爷从废弃屋里走了出来，他立刻朝他挥手，但这次不一样，老爷爷也朝他挥手了。小 Pura 开心极了，一路小跑着穿过马路，跑去找这个爷爷聊天。就在大家以为他又在自言自语的时候，小 Pura 却站在那栋废弃屋的前院里，一边说话一边跳舞，时不时还咯咯地笑出声来，看上去像是在跟谁玩得很开心。家人和邻居看傻了，在他们眼里，那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啊。大家慌了，
赶紧冲过去把普尔拉回来，生怕他突然疯了。可小普尔却拼命挣扎，说：“我才没有疯，我在跟叔叔玩游戏呢。”邻居们听得毛骨悚然，有人鼓起勇气进了那间破房子一探究竟。结果一进去，全都傻眼了，屋里居然有一具老人的尸体。就在众人惊恐万分的时候，小普尔却一脸淡定地跑进来，指着那具尸体说：“就是这个叔叔啊，他刚刚还在陪我玩捉迷藏。”从那以后，整条街都知道了，这个小女孩不仅能看见那些东西，还能跟他们互动。从此再也没有小孩敢到她家玩，当然更没有人敢欺负她了。随着年龄增长，普尔渐渐发现，自己不仅能看到普通的灵体，还能看见各种神明。他甚至见过印度教神祇黑天，而且能与他沟通。当小普尔把这些他看到的事情告诉父母后，父母既震惊又害怕。毕竟，换谁听说自己女儿天天和灵体打招呼，心里都会发毛吧。于是，在他青少年时期，父母带他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对他做了一系列检查，最后的结论是，他没有精神疾病，一切正常。听到这话，父母松了口气，但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他，以后见到什么也别在外人面前乱说，免得别人当你是疯子。从那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普尔越来越少跟人提起自己的特殊能力，朋友也渐渐疏远了他，他选择了把一切都藏在心里。但事情在他大约20岁时发生了转折。那一年，一个神秘的灵体出现在他面前，那是一位长相庄严的男子，形象和佛教、印度教里的阎罗王非常相似。这位阎罗神不仅没有伤害他，反而主动与他接触，并教他如何看相算命，甚至赐予他预知未来的能力，还告诉他，从今以后他应该以安莫尔普尔这个名字行走江湖。从那以后，普尔的人生就悄悄改变了。他开始为身边人算命、看面相、指点迷津，偶尔也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些对来年运势的预言。虽然那时候他还没什么名气，但他的预言总是越来越准，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他的动态。普尔的预言范围非常广，几乎无所不包，从政治、经济、社会变动到天灾地变，他都能预知一二。他自称是诸神的媒介，因为每次有重大事件即将发生时，神明就会提前来通知他。有时候是用声音，有时候是画面，有些画面清晰的像电影镜头，有些则模糊如雾。虽然普尔有时候并不完全理解自己接收到的信息，但他一直觉得他是神的传话人，职责就是忠实的转达，所以他从不加工，也不解释，只是原原本本地说出他听到或看到的一切。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2014年。那年，泰勒报刚刚创立了自己的多媒体访谈节目 Tyrus Talk。 为了吸引观众，他们开始邀请各种有话题性的人物来上节目。Amor Pura 被选中了。原本节目组只是想做个轻松的专访，结果他完全不按剧本来，直接在节目中抛出了2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未来预言。第一个预言，他说，不久之后，东南亚将发生一起震惊世界的重大航空事故。最诡异的是，这场事故不会留下任何清晰线索，就像飞机突然凭空消失了一样。还没等主持人反应过来， Pura 又接着说出了第2个画面，我看到一艘船，上面载满了孩子，然后他在大海中消失了。结果就在他说出这些话之后，短短2个月，2场灾难接连应验。2014年3月，马航 MH370 航班在飞往北京的途中神秘失踪，没有求救信号，没有坠机残骸，至今下落不明。10多年过去了，这架飞机依然是谜中之谜，成为现代航空史上最离奇的失踪事件之一。而就在接下来的2014年4月，又一场悲剧发生了。一艘名为世越号的韩国客货轮突然沉没。这艘重达6825吨的巨轮原本从仁川出发，载着乘客与货物前往济州岛。就在4月16日的清晨，它突然在海上倾斜、翻覆，沉入海底。船上共载有780多名乘客与船员，其中250人是高中生。
是的，这正是一艘满载着孩子的船。这是韩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海难事故，不仅全国震动，连全世界都为之哀悼。直到这个时候，观众才恍然大悟，他在节目中说的那些画面，竟然全都是真的。Mr. Pura 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算命师，他是个知道未来的人。从那之后，各大媒体开始纷纷找上门来，想采访这位能看见未来的女人。不过Pura 并不是每次都接受采访，他很少露面，只有当他感应到大事即将发生时，才会现身说法。时间来到2015年6月，他接受了一本叫《女性》杂志的专访。就在节目拍摄现场，他站在一张世界地图前，盯着马来西亚的位置看了很久，然后缓缓伸出手指，指向了首都吉隆坡。他说得很含蓄，但语气坚定，马来西亚这边可能会出事，在吉隆坡会有一栋很有名的建筑物失火。采访团队当时都觉得这段话挺怪的，但也没多问。结果不到20天后，吉隆坡五吉阿曼的小山坡起火，而火灾发生的地点正是那栋皇家马来西亚警察总部大楼。这起突如其来的火灾连烧数小时，引发大批媒体关注，连续几天都在新闻头条。而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 Pura 又一次提前看见了。这次不仅泰国人震惊了，连邻国的人也开始重新审视他的神秘力量。进入2024年下半年， Pura 又一次接受 Tyreth Talk 的专访。这次采访本来只是例行谈话，没想到他突然话锋一转，说出了一则即将到来的地震预言。大概在2025年3月或4月之间，缅甸一带会发生地震，虽然会波及泰国北部，但影响不会太大。他话说到这，突然停顿了一下，像是脑海中又浮现了什么画面，随后补充了一句，让现场气氛瞬间安静了下来。曼谷也会受到波及，建筑物会摇晃。主持人听到这话时，脸上明显露出怀疑的神色。毕竟泰国本身并不是地震活跃带，尤其是曼谷几乎没发生过大地震，所以他下意识地觉得这次 Pura 可能说错了。但现实再一次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2025年3月，缅甸真的发生了地震，而且就像他说的那样，虽然震中不在泰国境内，但曼谷的多栋高楼却明显摇晃，民众纷纷跑到街上避险。社交媒体上视频与照片刷屏，整座城市陷入短暂恐慌。这突如其来的晃动，瞬间让所有人想起了那期节目。Pura 又一次预言成真了。到了2025年4月， Pura 再次现身。这次他一连出现在2个泰国最有影响力的节目中。先是在泰国最大娱乐媒体集团 GMM 的热门脱口秀中亮相，随后又进入了泰国知名主持人乌迪的直播间，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与恐慌。他这次说的话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可怕得多。下面我们一条一条来揭晓他的预言内容。第一条预言，泰国将遭遇非正常洪水。在 GMM 的节目中， Pura 这样说，在2025年6月至7月之间，泰国某个以 K 或 Kai 开头的省份必须高度警惕，那里将会遭遇洪灾，但这场洪水不是因为下雨，而是来自海水或地壳的异常波动。主持人一听，立刻意识到不对劲，不是下雨引发的洪水，唯一的可能是海啸。Pura 点头，没直接说海啸2个字，但他明确表示，这是一种类似海啸的灾害，而海啸的背后往往是地震。这一席话让现场一片寂静。节目播出后，整个泰国社交媒体瞬间炸锅。他是在说会有海啸，是又要来一次2004年那样的惨剧吗？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至今仍是东南亚的集体创伤，成千上万人丧生，泰国南部也伤亡惨重。如今 Pura 再次提到海水异动、地壳波动这些字眼，无异于拉响了警报。许多泰国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听到海啸2个字，我整个人都抖了一下。在乌迪的直播间里， Pura 终于把这场灾难的画面说得更清楚了。他沉着地说，这不只是泰国的事儿，这几乎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他预言
火山即将爆发，但不是陆地上的，而是海底的火山。他说，有一圈火山正沉睡在太平洋海底，其中一些小火山将会先后苏醒爆发，真正的大火山还在蓄力，等它爆发时，将会引发连锁反应，形成海啸。Pura 明确指出，那些泰国人最喜欢去旅行的地方，会受到这场灾难的直接冲击，会有游客遇难，会有大量人员伤亡。他用了一个奇特的词来指代这其中一个国家 ，sashimi。主持人一愣，但 Pura 解释说 ，sashimi 就是生鱼片，而最出名吃生鱼片的国家是日本。他的意思非常明确，日本还有印尼将成为这场海底火山灾难的重灾区。这两个国家不仅火山密布，位于太平洋火环上，而且都是泰国人每年暑假最热衷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他还特别强调，这次海啸的成因不是因为风暴，不是因为大雨，而是因为火山链加地震链的联动爆发。Pura 没有说具体的日期，但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时间段：2025年7月，这个他曾多次在节目和预知梦中提到的时间节点。而在那之后不到1个月，网上大量流传他说过的一句话：人类总是在大灾难发生之前才想起要相信神。他过去那些几乎超现实的命中预言实在令人惊叹，而也正因为这些潜力，才让他这次关于2025年7到8月海啸灾难的预言听上去格外让人毛骨悚然，甚至隐隐带有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感。根据我反复观看的节目内容，他在 GMM 的采访中确实说过将在8月之前发生，但他真正的意思是最迟到8月底，并不是只限于6月和7月。我们可以确定这一点，是因为他在随后参加乌帝的直播节目时表达得更加明确。他亲口说，时间就是7月和8月，也就是说，整个7月、8月都是危险窗口期，重点就在眼前的这2个月。自从 MOR Play 成功预言了缅甸地震之后，他迅速成为网络自媒体、播客争相邀请的嘉宾。他也变得更加开放，愿意分享自己童年时的超自然经历。例如，在2025年4月12日发布的一期采访中，主持人问他：“你小时候看到的那些灵体到底是什么样子？” MOR Play 也毫不避讳，娓娓道来：“小时候，我看到过很多灵体，比如有些灵体会待在路灯下面，有的穿着校服，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白色的，连眼睛也有黑色的，也有白色的，数量很多很多。有时候他们会来找我帮忙，但我那时候还小，帮不了他们。”他的这段话不仅让人联想到街边孤魂野鬼，也传递出一种童年时期独自面对灵界的孤独无助感。他不是故意寻找这些存在，而是天生被看到。随后，主持人又问他：“那位教你看相、授你预言能力的阎王，他长什么样？” MOR Play 回答道：“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看起来非常巨大，身边有很多火焰，你会觉得非常热，是那种被火包围的感觉。巨大和炽热成了他对这位冥界之王的关键词。这并不奇怪，在很多宗教经典中，神的显现本就常伴随火焰与赤光。比如在圣经以西结书中，先知以西结看见耶和华降临宝座时所见的形象也是，仿佛火焰之中有一个如人形的存在，从腰以上如闪耀金属，从腰以下如烈火燃烧。这种跨文化的神秘共鸣，仿佛在说明，神明出现时，人类的感知最先捕捉到的不是语言，而是炽烈的存在本身。关于马航 MH370 神秘失踪事件，有人曾当面问 MOR Play：“ 这架飞机以后还有可能被找到吗？”他的回答让人不寒而栗。金三角可能是指类似百慕大三角那种地方，在那里，那个神秘的三角地带磁场和能量发生了变化，它 MH370 就是因为这种变化而坠落的。他接着说，可能在几十年后，人们会在某个地方发现残骸，但不是整架飞机，飞机上的人已经不在了，你能看到的只是机体的碎片，也许是40-50年之后的某一天。这番话对一些人来说，
也许算是一种迟来的希望。但如果你是那种依然相信乘客们还活着，只是被困在某个时空缝隙中，多年后会毫发无损地从某个时间之门走出来的人，那你可能要失望了。在2025年3月28日，缅甸地震发生后的几天内， YouTube 频道 King Thailand 发布了一期泰文视频，对 MORPLAY 进行了采访。主持人问他：“你是怎么知道这场地震会发生的？” MORPLAY 语气凝重地说：“这场地震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这句话不仅是对自己预言的再一次验证，也透露出一种他少有的无奈与人类式的惊叹。即便看见了未来，也不一定能完全把握它的全貌。在谈及那场缅甸地震的预言时， MORPLAY 解释说：“我之所以会说出那个预言，是因为当时我看到了一张泰国地图。在曼谷周围，我看到地图上裂开了很多道缝，就像有很多分支状的裂痕，所以我才有了那个预感，说出了那个预言。”他接着补充道：“我还看到一些建筑物倒塌的画面，但当时我以为是在缅甸，不是在曼谷。但后来他意识到，那些可能正是他所看到的。曼谷在2025年还将继续遭遇地震后的余震，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在另一场由 YouTube 频道 CD Chai 于2025年4月7日发布的采访中， MORPLAY 更进一步解释了他传达神意的角色。他说：“我第一次提到那场地震，其实不是故意要预言，我们只是聊天，聊着聊着我就不小心说了出来。”他低声补充：“我有时候能听到一些耳语，他一直在说，一直在重复，我就要把我听到的说出来，而且我必须要用最温和的方式告诉大家，因为我是他们在人间的代言人。”他甚至说：“如果我不说出来，我会被骂。那个时候我就是害怕被骂才开口说了。”这一段话揭示了 MORPLAY 最深层的心理动因。他并非主动去追逐预言或名气，而是像一个被选中的信使。他不是想说，而是不得不说，因为对他来说，那些声音不是幻想，而是某种他从小就必须服从的天命。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有意思。我不记得还有哪个预言者、通灵人或神秘主义者会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害怕被灵体骂。这听起来几乎就像在说自己有一个灵界的家人，一种近乎家庭关系的亲密又带点权威压迫感的存在。但我又忍不住想继续追问，那他们是怎么骂他的呢？是大声怒斥，还是用某种念头、画面、情绪压迫？如果他哪天真的承受不住，感到悲伤或沮丧，他能不能去看心理医生，说我的灵界家人最近对我特别凶？医生听了会不会直接开一瓶抗焦虑药？回到他的预言本身，特别是在 GMM 节目里，在他成功预言缅甸地震之后，他还补充了一则让泰国民众警觉的短期预言。今年泼水节期间，即4月13日到15日，会发生洪灾和火灾事故。这句话在当时被许多人忽略了，但节目播出后不到2周，全国多地确实因极端天气与电线短路引发了多起火警与积水事故，有几起甚至上了头条。当时主持人听到他说泼水节会下雨时，还带着怀疑语气反问了一句：“怎么可能？夏天怎么会下雨呢？” MORPLAY 只简单回了4个字：“就是会下。”然后呢？还真别说，他又一次说对了。在曼谷的泼水节期间，4月13日至15日，不但下起了雨，甚至是一场大暴雨。而在清迈，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冲毁了沿河搭建的临时摊位和桌椅。幸运的是，因为提前收到预警，游客们早早就撤离了现场，没有人受伤。又一次 MORPLAY 的神准预言让人目瞪口呆，他似乎连节假日的天气都能看见。不过他的预言可不止于此。在那期 GMM 的采访里， MORPLAY 还透露了一则关于曼谷地标建筑的惊人预测。他说，在这次地震中，曼谷有一栋受损的建筑将会在接下来彻底倒塌。他没有指明是哪一栋，但这句话一出，立刻让很多泰国网友在评论区疯狂猜测，是商场、
是高楼，是哪个旧住宅区。而一旦真的发生，那就不仅是天灾那么简单了。不过 MORPLA 并没有明确指出那栋即将倒塌的大楼具体是哪一座，也没有说明确切的时间。他只是说，是那栋已经受损的大楼，它会倒塌，人们会再次从里面惊慌逃出。是一栋很大的楼，里面的空间是空的，我感觉那栋楼并不是工人居住的。这番描述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猜测，有人怀疑是空置的办公楼，也有人认为是未完全启用的商业大厦或展览中心。在主持人乌迪的直播节目上， MORPLA 进一步延伸了他对曼谷未来的预言。他说，住在高楼里的富人们会慢慢开始卖掉房子，搬到别的地方，这些高楼会开始出现问题，到最后根本没人敢买，没人要住，甚至会被荒废。他还补充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警告，政府的办公室可能也会被迁到其他省份去，远离高楼，越远越好。这段话不再是对某个具体事件的预言，而是某种城市结构变化的远景警示。在 MORPLA 的描述中，高楼不再是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反而可能成为风险的集中地。而这背后隐隐传递出的是一种更深的讯息：繁华、中心、权力密集，终将疏散、崩塌、转移。MORPLA 还预言，今后很多住在曼谷的人会辞职、离开，搬到其他省份去生活，而他们留下的职位将由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接替，比如来自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周边国家的人。他甚至断言，泰国经济将面临严重问题。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一个住在曼谷高楼里的普通人，当你听到这些关于未来的可怕预测时，可能还没等地震来袭，心里就已经开始发抖了。MORPLA 眼中的未来是一个充满动荡与不确定的泰国。他没有说世界末日，但他描绘的是一种秩序正在解体、原有结构在瓦解的时代感。在泰国，尤其是那些常年关注 MORPLA 的信徒与观众中，这种情绪正在悄然蔓延。如果他关于7月到8月的火山爆发与海啸的预言也再次应验，那么接下来发生的可能就不只是自然灾害了，而是信心崩塌引发的房地产市场的大规模抛售与恐慌迁徙。人们不是怕地震，怕的是未来不再熟悉。这才是 MORPLA 的预言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神迹，而是崩塌感。对现实的信任，对社会的秩序，对城市的归属。看到这里的你，如果此刻正准备趁着房市动荡低价入手曼谷高层公寓，请务必冷静3秒钟，别被捡便宜的心理牵着走，因为接下来这段预言让人几乎要忘了买房这回事儿。MORPLA 曾在10多年前的一次物理节目中抛出了一则近乎启示录式的预言，它的内容令人不禁联想到20世纪美国睡着的预言家埃德加·凯西曾说过的那些话。他说，再过78年，地球的地图将被彻底改写，陆地会变得极其稀少，剩下的可能连1/3都不到。这番话在当时几乎没人当真，但回看这些年，他一路命中的大大小小事件，从失踪航班、沉没渡轮、缅甸地震、泼水节暴雨，似乎每一次我们轻视的，最后都悄然发生了。他所描述的不再是某个国家、某个城市的灾难，而是一次地壳层面的变动，一次足以让文明归零的全球级重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78年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的子孙是漂浮在水上的流民，还是在新的大陆上重建人类的家园？这些问题他没有给答案，他只是说出了自己看到的，就像他一直以来做的那样。这就是 MORPLA， 那个说自己是神明代言人的女人，一个从小看见灵体、听到耳语，却一再告诉我们，我不是来吓你们的，我只是把我听到的最温柔地转述出来。事实上， MORPLA 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地球地图将彻底改变的先知。早在1934年，被誉为美国睡着的预言家的 Edgar Cayce 就在一次阅读中提到了一段惊人的预言，到时候世界各大洲将有大片土地沉入海中。
美国西部将被撕裂，日本的大部分将沉入海底，欧洲北部会在转瞬之间面目全非，而美洲东海岸的外海会有新的陆地浮现。他说，这一系列地质巨变将伴随南北极的剧烈地壳活动，热带地区的火山喷发，地球的极点也将发生偏移。原本寒冷或温带的地区将变得温暖潮湿，蕨类和苔藓会重新覆盖这些土地。凯西在预言中提到的时间是从58到98。他所说的这段时间其实不是指1900年代，而是未来的2058年到2098年。也就是说，凯西所描述的这一切将会发生在我们后代所处的世纪中叶，而不是遥远的未来。想象一下，一个是来自泰国有灵体引导的现代女预言家，一个是100年前美国的灵媒说者，他们从不同语言、文化和时代背景中，却不约而同地看见了同一场末日地理大洗牌。这背后是巧合，是集体无意识，还是我们尚未理解的某种更深层宇宙节律？也许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就全盘相信，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轻视、不嘲笑，而是带着敬畏之心看待这些被重复出现的信息。毕竟，每一个今天的笑话，可能都是明天的历史课本。凯西还在1934年的一次阅读中补充道，这一切将从58到98这段时期开始，那将是人们重新在云中看见它的光之时。这里的它指的显然是神性、启示或意识觉醒的象征。而凯西预言中提到的，日本的大部分将沉入海中，热带地区的火山将会喷发，正好与 MR-Plai 所描述的太平洋火山带即将苏醒，日本与菲律宾之间或将发生超级海啸，形成了惊人的对应关系。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当气候极端、板块不稳、地缘冲突、人类意识巨变正在同时发生时，这些横跨100年、不同文化的预言拼图，似乎正在一块块拼合起来，构建出某种即将到来的终极转变途径。也许，我们正身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局之中。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不管你选择相信理性、灵性还是直觉，这一切都已经开始，而且很可能不会停止。更令人不安的是， MR-Plai 所预言的那场即将到来的巨大灾难，其实早已在一位日本女性的梦中提前上映过，而且她梦到的时间点也是2025年7月。龙树良是一位日本的漫画家，从1980年代开始，他就不断经历一种特殊的梦境现象——预知梦。这些梦有的平凡琐碎，涉及日常生活，有的却震撼人心，预示着全球性的重要事件。多年下来，他用笔记录下自己梦境的内容，甚至还用画笔将梦中的景象画成一幅幅草图，整理成一本梦之日记。起初，他并未意识到这些梦有多特殊，直到后来，他发现自己的一些梦真的一一应验了。有些是几天后，有些是几年，甚至10几年之后。更奇妙的是，他逐渐意识到，这些梦境应验的时间几乎都与数字5有关。5天后、15天后、5年后、15年后，一种规律性的时间循环，仿佛在梦与现实之间运行着。1999年，龙树良终于出版了他的作品集《未来我所见》。这本漫画书中收录了他多年来反复梦见并已实现或尚未实现的重大梦境预言，其中一些已被证实，比如1995年神户大地震、东京某地火灾与烟雾蔓延、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与海啸的预兆，这些都在他早期梦境中被描绘了出来。龙树良的漫画书《未来我所见》中共收录了他在1980年至1995年之间所梦见的15个预知梦，每一则都配有插图与边角注解，像一本来自梦境世界的手绘档案。不过这本书在1999年刚出版时，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原因也很简单，已经发生的事儿，谁还想看？当时书中所描绘的许多梦境已经在现实中发生，人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即将来临的预言，而不是那些已被验证的陈年旧梦。但这一切在2011年3月11日被彻底改写。这一天，
东日本大地震与海啸突如其来，吞没了城市，震惊了世界。而就在震后不久，全国掀起了一波对龙树良的疯狂追溯热潮。人们惊讶地发现，在他1999年出版的这本漫画封面上，赫然写着一句话：2011年3月将发生一场大灾难。那一刻，许多日本人脊背发凉。书店里，未来我所见迅速脱销，网友、记者、评论家开始重新审视他曾经画过的梦。果然，书中的多个梦境与现实事件一一对上了。神户地震、某地烟雾火灾、航空事故、水灾与交通瘫痪。人们这才意识到，他并不是一个艺术幻想家，他是一个用梦境记录未来的人。当然，也有一些梦境太琐碎或太模糊，难以判断。但正是这种混合状态，反而让他的梦境更真实、可信。因为全命中的预言者几乎只存在于神话里。那么问题来了，这本在2011年被验证的漫画书，有没有描绘关于2025年的内容？答案是有。而且，那一页的梦境图像，正对应了一个海啸、火山与城市崩塌交织的巨大灾难，发生时间正是2025年7月。令人心惊的是，龙树良这位梦境漫画家的预言，最近再次引发了热议与恐慌。为什么？因为在2021年，他重新出版了那本经典漫画《未来我所见》，而这次的版本里多了一则全新的梦境，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预知梦。梦中，他看见一座巨大的海底火山在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爆发，整片海域仿佛沸腾了，海水翻滚如锅中裂汤。紧接着，一场比2011年海啸还要大3倍的巨浪席卷而来。他说的非常具体，时间2025年7月，地点日本与菲律宾海沟一带，受影响国家日本、印尼、北马里亚纳群岛，以及更多尚未能被准确指出的国家。也就是说，这场梦不再是模糊的象征，而是一次带有明确时间、地理与烈度等级的梦境灾难预警。更关键的是，他说的内容和 MRPLY 几个月前在节目上说的一模一样。一样的位置，一样的时间段，一样的海底火山引发超级海啸，一样认为会改变很多国家的命运。当多个完全不相干的预言者在不同场合下指出相同的灾难剧本，我们是否该重新思考？也许预言并不是迷信，而是另一个层面的提前感知。在漫画的新增章节里，龙树良写下了这样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未来的我告诉我，还没结束，真正的开始是从2025年开始，不是终结，而是真正的开始。这句话的分量，一瞬间把一场灾难梦境提升到了整个时代的转折预告。在我们聊到龙树良对2025年7月大灾难的惊人预言之前，先来看看他早年漫画中那些已经应验的梦境。这些梦全部收录在他1999年出版的漫画书《未来我所见》中，是他从1980年到1995年间记下的真实梦境档案。第一个被验证的梦已经足够震撼。1976年11月24日，年仅16岁的龙树良做了一个极为清晰的梦。他梦见一位摇滚歌手在舞台上突然倒下，身边灯光刺眼，观众尖叫，而那位歌手的脸他认得非常清楚，是皇后乐队的主唱弗莱迪·莫裘瑞。当时的他只是把这个梦记在了日记里，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毕竟那年弗莱迪还风华正茂，正在全球巡演。直到1991年11月24日，也就是整整15年后的同一天，弗莱迪突然病逝，享年45岁。龙树良当时看到新闻，整个人镇住了。他翻出自己的梦境笔记本，确认了日期。那一刻，他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我的梦是在提前告诉我未来吗？从那以后，龙树良不再忽略梦，他开始每天记录自己的梦境，尤其是那些画面极为清晰、逻辑完整的梦。久而久之，他发现一个奇怪的规律：他梦到的事，往往会在5的倍数时间后发生，比如梦后第5天、第15天、第5年，甚至第15年。于是他画下这些梦，配上文字，最终整理成书，
命名为《未来我所见》。但正如我们前文所说，这本书直到2011年才被全国关注，因为它封面上写着的一句预言再次被应验了。时间回到1992年，龙树亮又做了一个极其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正走在一座宫殿的长长走廊中，走廊尽头挂着一幅巨大的肖像画，画中是一位金发女子抱着一个婴儿，而画像下方写着一个名字 Diana。 梦醒后，龙树亮把这位女子的模样画了下来，并在旁边写了句笔记 Diana 死亡。1997年，5年过去，全世界震惊地得知，戴安娜王妃在巴黎车祸中不幸去世。又是一个5的倍数年，又是一场应验。这也成为龙树亮梦境记录中最具象征性、最具全球影响力的预言之一。1995年1月初，龙树亮又梦见自己被一位老人带到某个地方，那里的地面裂开，房屋东倒西歪，空气中弥漫着震厚的烟尘与沉默。他下意识觉得这是神户。醒来后，他立刻把这个梦记录在日记中，因为他隐隐感觉这不是普通梦境。结果仅仅15天后，也就是1995年1月17日，日本发生了史称阪神大地震的神户地震，造成6434人死亡，超过30万人流离失所，是20世纪日本第2惨重的地震。这3次预言都有一个共同点，时间精准，15年、5年、15天。梦境细节完整可视化，梦后都有笔记与图像作为记录，最终全部在5的倍数时间点兑现。这也正是为什么他1999年出版的那本漫画《未来我所见》后来被奉为东方诺扎丹马斯之书。如果说前几次梦境还可以归为巧合，那下面一则预言简直就是一记响亮的警钟。1999年，龙树亮在他的漫画《未来我所见》的封面上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文字：2011年3月将有一场大灾难发生。没有详细解释，没有上下文，就这样静静地写在封面上，几乎无人注意。然而时间一晃到了2011年3月11日，日本史上最强地震东日本大地震，震中位于海底，震级9.1，引发了毁灭性海啸，最高波高超过40米，时速高达700公里每小时的海浪瞬间扑向宫城县、仙台、岩手县、福岛县等沿海地区，波浪深入内陆超过10公里，超过19000人遇难，超过100个避难所被冲毁，引发了福岛核电站熔毁事故，成为当代全球最严重的核危机之一。这一切几乎就是他封面上那句话的完全应验。也正是从这一天起，全日本才忽然想起12年前出版的那本冷门漫画早已警告过这一切。龙树亮的书瞬间脱销，他的梦境笔记重新被大众审视，许多人翻出旧版本的漫画，试图寻找更多线索，而他的名字从此和预言2个字紧紧绑定。而如今，他在再版漫画中又留下了另一个警告。2025年7月，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靠近，下一个梦境会不会再次成真？在1999年出版的漫画《未来我所见》中，龙树亮写下了这样一段几乎被忽略的预言：25年后，一个未知病毒将在2020年袭来，高峰出现在4月，然后暂时消失，但10年后它会再次回来。你没听错，他在1999年就提到了2020年的病毒，而且连年份、爆发时间点、特征都惊人的吻合。回头来看现实世界，2020年新冠病毒爆发，引发全球大流行，几乎整个地球被按下暂停键。而他所说的4月达到高峰，恰好是许多国家经历第一波大规模爆发的时间段。意大利、西班牙、美国、英国、日本都在那个阶段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全面封锁或医疗崩溃边缘。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他还预言这个病毒10年后会回来，那就是2030年。至此，我们已经走过了龙树亮在书中5个已经兑现的梦境，他们是：弗莱迪莫裘瑞之死15年后应验，戴安娜王妃车祸5年后应验，神户大地震15天后应验，东日本海啸精确到年份和月份，新冠病毒大流行
25年后精准预言。他的梦不仅提前知道会发生什么，还精确地标注了时间点，而时间往往是最难预言的部分。现在最令人不安的部分来了，他在再版漫画中补充了一个尚未发生的梦境。2025年7月，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域将发生海底火山爆发，引发一场比2011年还要恐怖3倍的超级海啸。他称这将是真正的开始。在许多日本民众眼中，他的这句评论几乎像是末日倒计时的宣告。而实际上，龙树亮早在1999年出版漫画中就留下了另一条关于未来地震与海啸的笔记。2026年6月至9月之间，将有另一场地震与海啸袭来。换句话说，2025是序章，2026才是延续与扩大。这两段预言之间仿佛有种先声夺人的连锁逻辑，一种地壳与自然的联动式爆发感逐年加剧。龙树亮曾于1998年前往印度旅行，这次旅行成为他人生中的转折点。就在印度，他做了那个至今最神秘、最震撼的梦。他自己这样形容道：“你知道，当你搅拌一锅浓汤的时候，表面会不停地冒出泡泡，对吧？我看到的就是那样一锅浓汤在翻滚，但那不是汤，那是日本附近的太平洋海面，整片洋面像浓汤一样咕嘟咕嘟冒泡。”他感到十分困惑，那画面是什么意思？是海底爆炸、火山、地震？他当时还无法准确解读。更令人震惊的是，23年之后的2021年7月5日，龙树亮又梦到了完全相同的画面，同样的浓汤般的海面，同样的翻滚，同样的位置。这次他终于意识到，这场梦并非普通梦境，它是未来的某种预警，而且正在临近。几点值得注意的象征意义。浓汤咕嘟咕嘟这一画面极有可能指的是海底火山熔岩上涌前的预兆。梦境起始于印度，而印度在许多灵性传统中被视为觉醒之地。1998-2021-2025，梦境似乎正处于一个递进的节奏中，仿佛接近临界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切听起来几乎不像灾难预言那么单一，更像是一个女性预言者在不同的时间线中被未来的自己唤醒。也就是说，它不是预测，而是提前经历，而梦只是一种人类能承载未来片段的方式。据龙树亮回忆，我仿佛在太空中俯瞰整个地球，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洋面突然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爆炸式喷发。梦中，他看到海水剧烈翻涌，翻滚如沸，巨浪迅速以喷发点为中心向太平洋沿岸扩散而去，最终引发了横扫环太平洋火山带的超级海啸。两条龙的意象是梦境中的核心符号。他在梦中清晰地看到两条巨龙在海底或者云层上空交错盘旋，它们在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出现，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海洋的异变。地壳之下的能量如同龙之怒彻底释放，随即就是火山喷发与海啸。这些龙的形状他还在梦醒之后绘制成了图像，并在新版漫画中一并公布。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在梦中清晰看见了时间标记2025年7月，这让他确信这不是普通的象征梦，而是一个即将来临的真实的灾难级预兆。龙树亮在梦中看到，海底火山的喷发不仅引发了超级海啸，更造成了地壳的剧烈隆起，一块全新的陆地从海底升起，它将香港、台湾、菲律宾连接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景象简直颠覆了我们对地理变动的直觉，不是岛国沉没、陆地破碎，而是大陆在联合，岛屿在连接，新大陆在成型。梦中形成的新陆地具体描述如下：从南中国海的海底隆起，连接香港、台湾与菲律宾3地，成为一个巨大的连片陆地，很可能覆盖原先的深海区域，仿佛一夜之间地形重塑。这一幕不禁让人联想到古老的亚特兰蒂斯再现或新大陆崛起。更令人感动的是，龙树亮在梦中并未看到人们陷入绝望、混乱或自我毁灭，反而出现了完全相反的场景。
人们没有因灾难而沮丧，而是彼此帮助，携手重建，共同打造一个稳定和平的新社会。而它用来描述那个新时代的词是：灵性之时代即将来临，从末日到重生，这是预言梦的真正底色。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合一，也是文化、精神、命运层面的融合与觉醒。那梦中的双龙又意味着什么？他看到2条龙从海中翻腾而起，盘旋在灾变的源头附近，这一细节充满象征意味。我的理解是，这可能并非字面意义的龙，而是指火山爆发后升腾的2股巨大烟尘云，在空中卷曲盘绕，如双龙翻腾，遮天蔽日。当然，这也可能代表地壳2处能量的剧烈交汇，亦或是东西文明精神力量的觉醒交融。在梦中，象征与现实往往交织在一起，这正是预言梦的神秘之处。火山灰与有毒气体，如二氧化硫，一旦大量喷发进入高空大气层，将形成遮天蔽日的灰幕，影响阳光照射，导致全球温度短期下降。类似1815年坦博拉火山爆发后的无夏至年，农作物减产甚至欠收，引发饥荒或通货膨胀。地球正在经历一次自我净化，在进入意识提升的上升周期前，它需要释放、重构、清洗。这与龙树亮所说的灵性时代不谋而合。他看见的是，灾难之后并非末日，而是觉醒与重生。目前流传于网络的说法是，龙树亮预言的海啸将精确发生在2025年7月5日，但这其实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误读。实际情况是这样的，龙树亮本人并没有明确说7月5日是灾难发生日，他在梦中看到的是一个2025年7月的时间点，而他重梦到那个场景的时间是2021年7月5日。很多人可能是把他做梦的日期2021年7月5日错误地当成了未来灾难的发生日2025年7月5日。在他的梦中并没有出现具体日子的信息，只有月份7月与年份2025。不过有趣的是，他2021年重梦这场灾难的时间记载得非常具体，是在2021年7月5日清晨4点18分。他把这个时间写进了再版的《我所看见的未来》这本漫画里。这个7月5日的传言听起来无害，但也许是因为我看了太多年好莱坞灾难片，我的心里总有种隐隐的不安。不过2025年的7月5日并没有发生地震和海啸，日本、台湾、东南亚的无数人都松一口气，他们庆祝，上网调侃说，你看，预言都是假的。科学家站出来义正辞严地说，人类要相信科学，别再信这些伪预言了。直到有一天，他们听到海水发出奇怪的轰鸣，看到远处的海面开始翻滚、冒烟、沸腾，然后也许真有一条巨大的火龙从海底爬了出来，他满眼血丝，盯着岸上的人群，沙哑地开口，你们这些人怎么就从来不听劝呢？这个场景或许只是幻想，但正如龙树亮在漫画中所说的那句话，真正的开始从2025年才开始。听起来像恐吓，但也许只是提醒。不过眼下，很多游客确实对这2位预言家的说法产生了信了的情绪，于是不少人开始退订原定前往日本的行程，尤其是来自东亚的游客。据报道，中国和香港的旅行社都出现了大量取消潮。香港和中国大陆多个旅游平台表示，6月下旬和7月初赴日旅游的订单有近80%被取消。整体来看，整个地区前往日本的旅游预订量同比下滑了超过50%。日本本地的旅行社此刻大概已经欲哭无泪，而政府官员和科学家也一再出面呼吁大家不要相信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谣言。但游客们可不想赌这个运气，毕竟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还有2011年日本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灾难，至今还历历在目。大家的记忆还在，恐惧感也在。说到底，面对海啸和活火山这种大自然的力量，谁都不敢掉以轻心。当然了，如果只把预言当作娱乐八卦来看，那这波海啸传闻确实听起来有点玄乎。但如果从地质科学的角度去看，
事情就变得没那么轻松了，因为太平洋底下的火山怪兽真的在苏醒中。日本、菲律宾、印尼这几个国家都坐落在地球上最活跃的地震火山带——环太平洋火山带上。这里有全球2/3的活火山和休眠火山，总数大约在750到915座之间。数据告诉我们，全球9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条火山带上，海底火山的爆发更是频繁的惊人。根据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 的说法，地球上80%的火山喷发其实发生在海底。而且，虽然我们已经对陆地上的火山有了相对充分的监测和命名，但海底的火山大多数仍是沉默的谜团，没有被完全定位，也没有安装足够的监测设备。换句话说，真正危险的并不是预言本身，而是我们对海底世界的无知。如果某一天深海里某座无名火山突然苏醒，引发海底地壳错动，那真的可能会带来我们无法预料的灾难级后果。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太平洋海底的地形非常复杂，像是一个巨大的地质迷宫，这里分布着大量的俯冲带和火山岛湖。什么是俯冲带？简单说，它就是两个地壳板块在海底相撞的地方。当两块巨大的地壳板块相遇，质量重的那一块就会被挤压到下面，像被塞进地球内部一样，这就是俯冲。俯冲之后会形成什么？就是那种深不见底的海沟，比如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就是这样形成的。而这些俯冲带正是地震频发和火山活跃的核心地带。在这种地质结构下，任何一场板块挤压、能量释放都可能引发海底火山爆发，甚至大规模地震和海啸。海底火环是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NOAA 重点监测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揭示了太平洋海底的一些关键火山带，比如马里亚纳火山湖、东北劳盆地、克马德克火山湖、探险者海岭。在这之中，马里亚纳火山湖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正好位于日本与印尼之间的海底区域，正是泰国通灵师 M.R. Pillai 和日本漫画家龙树良预言中可能发生海底火山爆发的区域。根据 NOAA 的研究，马里亚纳火山湖包括9个火山岛，超过60座海底火山，至少20座正在释放热液活动及活跃状态。想象一下，如果这片区域的火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喷发，会发生什么？那种地动山摇、海水沸腾的景象，完全可能引发远超2011年的超级海啸。不仅如此，近期全球的火山活动也正在明显升温。在环太平洋火山带上，火山一座接一座的爆发。俄罗斯、日本、菲律宾、印尼，太平洋另一侧的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墨西哥也都火山频发。就连远在欧洲的地中海火山带也不甘示弱。圣托里尼、克里特岛、意大利的坎皮弗莱格瑞都出现了地震群与岩浆活动迹象。西西里的埃特纳火山更是爆发出10年来最强的火山喷发。而现在，科学家还在发出预警，阿拉斯加安克雷奇附近的斯帕尔火山正在酝酿爆发，美国俄勒冈州外海的海底火山轴海山也传来剧烈活动信号，很可能将成为下一座喷发的深海巨兽。所以说，如果日本或菲律宾附近的海底火山真的开始喷发，那也一点都不意外了。其实早在1999年，龙树良在他的漫画里就曾经预言2026年还将发生另一场大灾难。他说，2026年6月到9月之间，一场地震加海啸将会袭击日本神奈川县，而这一次的罪魁祸首将是那场人们早已担心的南海海槽大地震。在接受 Japan Today 采访时，龙树良回忆说，在这场地震中，我同样被海啸卷走了，就像我画的那样，神奈川县大部分地区都被海水淹没了，包括横滨市神奈川区的金港町、青木桥附近一带。龙树良已经下定决心了，他说自己打算在2026年6月之前就搬离神奈川县，绝不冒险。有人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对读者说的，他非常认真地回答，如果真的发生大地震，
就算你家祖祖辈辈住的地方从来没被海啸袭击过，也要立刻撤离，马上逃命。那他担心的南海海槽大地震到底是什么呢？它可不是普通的地震，而是发生在日本东南部南海海槽上的超级地震。在这里，菲律宾海板块正不断向下钻入欧亚板块，或称阿姆尔板块下面，这个过程叫做俯冲。但问题来了，两大板块之间的摩擦太大，时间久了，它们会卡住锁死，而一旦积累的能量释放出来，就会引发震级8级以上的巨型逆冲地震，这就是所谓的南海海槽型大地震。到时候，不仅是强烈的震动，还有极有可能紧随而来的毁灭性大海啸。BBC 曾这样报道过日本沿岸的这类强震。南海海槽是日本太平洋沿岸的一条活跃地震带，这里发生的地震过去已经导致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比如在1707年，整条长达600公里的南海海槽发生断裂，引发了日本历史上第2强烈的大地震。更可怕的是，大地震之后，富士山也喷发了。这种类型的巨型逆冲地震，通常每隔100年左右就会爆发一次，而且往往是成对发生的。上一次就是在1944年和1946年，2次大地震，前后相隔不到2年。所以，很多地震学家担心，这对100年周期的大地震，下一次也许就近在眼前。龙树良的预言虽然充满神秘色彩，但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未必是空穴来风。根据日本官方地震调查委员会的数据，未来30年内，南海海槽发生8级以上大地震的概率高达70%到80%。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场灾难可能带来数万亿美元的损失，甚至造成数十万人的伤亡。从泰国的 M.R. Plai 到日本的龙树良，这2位灵视者用各自的方式描绘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未来图景。他们的预言是天方夜谭，还是某种来自大地深处的提醒？我们无法断言，但我们知道，自然不会提前通知，而历史总是在被忽视之后才让人悔悟。或许，他们正是在人类与灵界之间扮演着一位时代的中介者。当前的地球正经历一次深层的进化仪式，一次为了迎接新时代的巨大转变。他们的预言也许不会全部应验，但他们的存在却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科学与理性之外，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还有另一种看见的可能？地球的火山在躁动，太平洋的板块在挤压，心灵的深处也正在翻涌。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我们或许该做的不只是逃避或否认，而是聆听、思考、准备。毕竟，当龙真的从海底升起时，我们还能说，我毫无准备吗？